今天这个新闻啊，看得我是又气又想笑啊。当年那帮在这个香港街头闹腾的废青，不是天天喊着要像乌克兰一样吗？他们有人真的如愿以偿了。上个月吧，2个香港人兴冲冲地去这个乌克兰当雇佣兵，结果这个满月酒还没喝上呢，直接被俄军的无人机给物理超度了。2019年那会儿吧，香港是个什么光景啊？群魔乱舞呀！那个时候吧，有一帮子被猪油蒙了心的废青，那是上蹿下跳啊，恨不得把这个天都捅个窟窿。当时有个经典名场面啊，有个在那边搞事情的年轻人啊，看了那个美国 CIA 和这个英国军情六处啊联手炮制那个什么纪录片，就是讲这个乌克兰那个所谓的颜色革命的。哎呦喂，这个姑娘看完之后啊，那个感动哦，那个痛哭流涕哦，对着这个外国记者的镜头啊，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说：“哎呀，我太感动了，乌克兰太伟大了！我希望我们香港以后也能像乌克兰一样，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各位听听啊，美好的结局！当时咱们看的是气啊，心想这个孩子是不是书都读到狗肚子去了？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羡慕人家战火连天。如今回旋镖来了，几年过去了，咱们再回头看一眼现在的乌克兰，那是美好的结局吗？那是人间炼狱啊！美帝在后面递刀子，乌克兰老百姓在前面顶雷，国家被打烂了呀，山河破碎，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男的抓去舔战壕，女的流落到欧洲当难民。这就是那帮傻小子羡慕的民主，这有他们向往的自由。反观咱们香港，国家一出手，雷霆万钧，拨乱反正，由乱到治，这就叫现实打脸啊，啪啪作响，不用咱们动手啊，事实呢就能把他们脸给打肿了。但是啊，林子大了吧，什么鸟都会有，就是有那么几个中毒太深的，这个脑子里的水哦，估计都能养鱼了。这不啊，最近出事了，出大事了。12月27号的港媒爆料，说是有2个香港小伙子，一个是23岁，另外一个是30岁。这2个人吧，那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啊，傻得透顶。他们觉得光在这个网上敲键盘不过瘾啊，光在香港闹腾没意思啊，居然真跑去乌克兰了。你没听错啊，这2个人啊，上个月，也就是11月份啊，千里迢迢自费买机票，倒腾了好几趟，跑到乌克兰，说是要加入乌军啊，去跟那个什么战斗民族俄罗斯硬杠。据报道啊，这2个人到了乌克兰啊，都没怎么热身，也没有怎么训练，就被扔到那个最惨烈的扎波罗热前线。结果这还没到满月呢，甚至有的时候啊，是刚上去第1天就被这个俄军的炮火给覆盖了，直接销户。你说这是图啥呀？咱们来扒扒这2人的背景啊。听说这2位吧，他也不是一般的宅男，一个呢是以前干那个攀岩教练的，身体素质应该还不错，手脚麻利啊。另外一个吧是干保镖的，那更是练家子呀。而且重点来了，这2个人啊，据说都去过那个大名鼎鼎的法国外籍军团。就是你要是看过那个好莱坞电影，可能觉得法国外籍军团挺牛的，那是雇佣兵的常青树。但是你别忘了啊，那是在非洲欺负这个拖鞋军，或者说在这个治安站里装样子。这2个人可能觉得吧，我在这个法国外籍军团混过，我也算是特种兵了呀。我去乌克兰打仗，那不是像打游戏一样吗？这就是典型的错把平台当本事，错把电影当现实。乌克兰那个战场是什么级别的？那是高热度的机械化战争啊，那是大炮袭地，无人机满天飞啊。你身手再好，你会攀岩，你能爬得过炮弹吗？你是保镖，你能给这个坦克当保镖吗？在这2个小伙子眼里啊，可能以为在这个战场就是拿着个自动步枪，帅气在掩体后面突突突，然后对面俄军就倒下了。最后呢，他们就作为自由战士接受鲜花和掌声。可是现实却是啊，他们被塞进那个第141机械化旅啊，连哪儿是哪儿都不知道啊，就被拉到战壕里啊，头顶上嗡嗡响的全是俄军的无人机，还没有看见敌人在哪儿呢，一发重炮或者是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就下来了。这就是现代战争的残酷啊，毁灭你与你何干？更讽刺还在后面啊，这2个人死讯传出来，家里人都急疯了呀。这个时候啊，咱们得给香港入境处点个赞啊。虽然这2人啊是去当了炮灰，甚至可以说是背弃了自己的安稳家园去给外人卖命啊，但是咱们中国政府啊讲究人道主义啊，香港入境处啊一接到这个家属的求助啊，马上就联系外交部驻港公署啊，联系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你看啊，关键时刻还得是祖国呀。再看看乌克兰那边是怎么说的，那个第141旅的指挥官嘴倒是挺甜的，他说这2个人是香港的英雄，乌克兰的英雄，自由的捍卫者。
哎呦喂，这个高帽子戴的哦，我隔着屏幕都觉得沉。但是吧，咱们听话听音，这个指挥官下一句话就把这个底裤露出来了。他说啥呢？他说啊，我们车队前已经把这个遗体标记了，也掩埋了。如果我们能收复失地啊，我们会把这个遗体带回来的。各位哦，翻译一下这个外交辞令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啊，人没了啊，尸体我们没带回来，就在阵地上了。现在那块地盘呢，归俄国人管了。至于什么时候能拿回来，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说的再直白点啊，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啊！哎，为了几句虚头巴脑的英雄称号，为了那个所谓的自由，把命搭上了，最后连个骨灰盒都混不上，尸体就在那个冰天雪地的黑土地里烂着呀，或者是被这个野狗啃了呀。这个指挥官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心里面指不定在想，又省了2张回城的机票钱。而且当时跟他们一起没到，还有一个捷克籍的雇佣兵也是尸骨无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的情况极其狼狈啊，那是溃逃啊，连战友的尸体都顾不上拉，光顾着自己跑路了。这就是他们投奔的正义之师啊！这事吧，还真不是个例。这乌克兰那边自己都说了啊，前前后后去的这个中国香港籍雇佣兵啊，大概有7个人。咱们来算算这笔账啊，7个人里现在已经确认没了的就有4个，还有1个重伤，估计也是废了。剩下2个还在喘气儿的，这会儿估计也是瑟瑟发抖，后悔药都想当饭吃。这伤亡率啊超过了50%啊！这是去打仗吗？这是去玩俄罗斯轮盘赌啊！那有人可能要问了啊，哎，是不是因为这些香港小孩没有经验，所以才没得快的？哎呦喂，你要是这么想，那就太小看现在这场战争的烈度了。就在这2个香港小伙子出事同一天，12月26号，乌克兰那边呢还确认了3个美国籍雇佣兵的死讯。那这3位啊，他可不是什么攀岩教练或者保镖，那可是正儿八经的杀人机器。有一个叫凯利的，那个简历拿出来能吓死人啊！他在美军第75游骑兵团第3营服役过，后来又去了第20特种部队啊，那是美军的精锐啊，那是武装到牙齿，满身技能点的兰博呀。结果呢，在这个俄军的无人机面前，他和那2个香港小伙子没有任何区别啊。据说这3个美国佬当时坐在一辆车里啊，可能还觉得自己的载具挺安全的。结果俄军现在用上什么黑科技啊？就是那种光纤操控的 FPV 无人机，这玩意儿多损啊！以前的无人机是用这个无线电，还能干扰一下。那现在的俄罗斯人啊，直接给这个无人机拖根光纤线，就像是放风筝一样啊！你电子干扰没用啊，信号满格啊！那个凯利啊，哪怕他有一身特种兵的本事啊，哪怕他能百步穿杨，能徒手格斗，但是当那个带着几公斤炸药的无人机啊，它像长了眼睛一样的追在他们的车屁股后面飞，然后轰的一声撞进去的时候，一切战术素养都是0啊！据说当时车里连他们在内啊，一共有6、7个外国雇佣兵直接被一锅端。外媒统计啊，就在12月26号这一天，什么自由军团的总司令啊，加上香港的，加上美国的，一共6个杨大人和精神杨大人全部去见了上帝。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的乌克兰战场没有什么超人，只有超度啊！哎，管你是美军游骑兵啊，还是香港攀岩仔，在这种工业化战争的钢铁洪流和廉价无人机面前啊，众生平等啊，都是一块肉啊！现在的乌克兰前线那是乱成了一锅粥。乌克兰那边的兵员枯竭到了什么程度呢？大街上抓壮丁啊都抓不到了，开始把这个手伸向这些脑子发热的外国雇佣兵。以前雇佣兵啊，那都是去当督战队的，或者是干点技术活。现在呢，那是被推到第一线去当这个填缝剂啊，哪里防线漏了，就把这帮语言不通的外国人往哪里塞。哎，你想想，那2个香港人语言不通，地形不熟的，战友不靠谱啊，指挥官不拿你当人，这仗怎么打呢？这就是纯纯的去送死呀！而且现在俄军那个无人机密度啊，那简直是丧心病狂。以前呢是几个人躲着一架无人机，现在是一架无人机追着一个人炸，你说这怎么躲呀？就在这边雇佣兵鬼哭狼嚎的时候啊，咱们看看俄罗斯那边在干嘛啊？12月27号下午啊，普京换了一身迷彩军装，突然出现在了俄军联合指挥部。这个信号太强烈了，这以前普京嘛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在克里姆林宫开会，这次直接迷彩服一穿，这就是告诉全世界老子是战时总统，这仗我赢定了。乌克兰现在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连洋枪洋炮都不好使了。泽连斯基还在满世界飞着要援助而前线的士兵已经在泥坑里绝望的等死了。而那些被西方媒体洗脑
觉得俄罗斯拉垮，觉得这个乌克兰必胜的热血青年，就在这种虚假信息的忽悠下呢，像飞蛾扑火一样，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祭给了美国人的地缘政治游戏。说到底今天咱们聊这个事吧，它不是为了嘲笑死者，人死为大，毕竟是2条命。但是吧，咱们不得不骂醒那些还活在梦里的人啊！这2个香港小伙子，如果不去乌克兰，现在呢，可能还正在这个香港的茶餐厅里喝着冻柠茶。他们本可以有大好的人生啊，本可以在我们国家繁荣发展的红利里分一杯羹。但是因为信了那套西方邪教，因为这个脑子里被灌满了颜色革命的毒鸡汤，他们就真的以为自己是去拯救世界的圣斗士啊！结果呢，成了别人棋盘上连名字都不配留下的弃子。那个2019年哭着说羡慕乌克兰的人现在应该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你羡慕的乌克兰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坟场，你嫌弃的香港现在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良禽择木而栖，你放着梧桐树不起，非得去撞那个带电的高压线，这能怪谁啊？这场冲突吧，打到现在局势已经很明朗了，美国人想利用乌克兰人的命耗死俄罗斯，结果呢，这个俄罗斯是越打越精神，乌克兰人都快没了，现在连带着把这些信了西方鬼话的雇佣兵也一起埋了。所以各位，尤其是现在年轻人擦亮眼睛吧，别看那些外媒吹的是天花乱坠，什么荣耀啦，什么捍卫啦，在真正的利益面前，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你如果不是那块料，又没有强大的祖国在背后撑腰，那你就是一块没人疼没人爱的耗材。这2个香港青年的悲剧就是给所有牧羊犬们立了一块碑，碑上刻着4个大字儿：回头是岸。但凡他们当时多看一点真实的新闻，少看一点 BBC 的滤镜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